今年11月20之后，冥王星水瓶的时代会有20年冲击你的三观，包含第一个开放式关系的来临，很多人不想要再确立关系了；第二个周末夫妻没有确定关系的夫妻关系也会变多；然后第三个渣男跟浪姐会变成主流，很多人其实根本就赚不到钱，在赚不到钱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办法给关系做出承诺。例如我们交往了，你就会开始想未来，就想要结婚，就想买房，那我宁愿不要，我就当浪子，我只要每个月跟你出去开个房间2000，这个吃个饭几百，我的预算很少，我又可以同时享有，为什么不要？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约炮或者是交友软件这么红？因为大家轻松自在，没负担嘛，我就继续为我自己而活，为我自己人生负责。所以我说有时候这个东西你要反过来思考，不是人们刻意会这样，是有时候是情势所逼。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大家好，我是 Elaine， 最短命的网红 AKA 全民老干妈。谢谢大家的喜欢，我要开新频道了，请大家多订阅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今天不喝酒，因为我非常的累，所以我们今天要喝提神饮料，干杯！人生啊！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这单元最主要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Hello， 我是 King。因为最近大家很关注一些男女的议题，所以我们今天找来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星座大师，我们的小鱼星座。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才华都没有，但是我很懂汤汤水水的小鱼，很开心。第一个当然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塔罗牌跟星座这一块算得很准嘛，对不对？不对啊，不准，不对吗？不是很准不是很准吗？就比土地公准一点而已。靠，这很秋呢，那就是很准的意思啊。你是从小就知道说有这块能力吗？还是我刚才那个 King 有问我说怎么那么会算星座跟塔罗，他说我到底怎么学的？我说第一个就是你要聪明，你要漂亮，你要会说，这3个你就可以成为星座大师了。所以起步一点都不难，因为星座这件事情每个人从小都懂，只要你一出生你就带着你的天命了。比如说你是8月出生，你就会狮子座，然后多多少少可能都会知道那个狮子座的特性是什么，可能蛮骄傲的，还有霸气。那你可能处女座有一点点小挑剔，斯斯文文的，可能多多少少你只要多研究，其实每个人那个星座都可以讲上1-2句。所以星座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你要怎么让它讲得很有趣、很生动，打到人家的心，这个才是本事。但是你怎么知道说你的这个地方是有本事的？一定是有人夸赞你才会知道的吧？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个节目，叫做《开运鉴定团》。李明一怎么透露年纪耶？因为我妈很喜欢看那一个节目，然后从小她那边看，她比我还厉害，她紫微也懂，星座也懂，然后我就跟在旁边就一直看，那种屋檐站久就觉得那个是自己的舞台。加上我后来长大之后，我当那个娱乐记者，我每次去访问明星，我前面3个问题都会问他说你是什么星座，然后比如说萧敬腾就说我是牡羊座，然后可能杨丞琳就说我是双子座，你知道我那大数据是输我的脑，我脑中有几万个人的那个星座资料，而且我有一个本事，就是一旦我跟你见过面，然后你跟我讲过你的星座，我10年后再见你，20年再见你，我不一定知道你的名字，但我会知道你的星座。哇，这记忆能力很强，很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对这一块就特别敏感。就是有那个死亡笔记本，那个死亡之眼，可以看到它上面真的，我就是当娱乐记者嘛，然后当娱乐记者，比如说长官就会逼你，最近我们缺一条新闻，你去联系看看林俊杰的宣传，或是谁谁谁的那个唱片公司，我们就会有电话我们就要打去问他说最近可不可以敲一个专访，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跟明星都会有很多的接触。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跑这条线，你尝试过很多很有趣的方式，然后总算联络到的一个案例？你们记不记得很多年前，又要讲那个年代，诸葛亮，你知道吗？那你们知道某一天醒来，忽然发现诸葛亮被找到了，一个 Olay 的照片吗？有记得这个印象吗？那天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因为在我们的人生最辉煌的娱乐新闻年代是2010年到2018年，这8年期间，所有的明星都还留在台湾。诸葛亮是我爸那年代的，然后我只知道他遭楼，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有一天我早上6点的时候，新闻台的编辑台打电话给我说，诸葛亮在苹果跟了3个多月以后被拍到在屏东山去假欧嘞，你现在立刻起床跟我连线。6点我还躺在被窝里面，然后就要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iPhone，还没有 iPad 没办法查。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爸，我说爸，你知不知道
地沟流，他说知道要干嘛。我说你快点跟我讲一下怎样的情形。那我爸就立刻花了2分钟跟我讲一下诸葛亮。5分钟之后，编辑台打电话，在被窝里面就开始说：好的，主播，糟了，已经10多年的诸葛亮，现在在屏东山区被拍到假欧蕾。这个诸葛亮呢，他其实就是歌厅秀之王，以前有北张飞、南诸葛之称，然后就开始那边胡乱讲一大堆。重点是我马上穿衣服，然后从淡水飙去内湖上班的路上，一路5分钟、5分钟、5分钟，就是要一直连线，就会被训练成说那个过程，我就是变得要真的很极致。长官要什么独家，你就要马上追到。因为我以前是在中天新闻，不然 TVBS 的小欧就去啦，东森的 King 下午大家都不见了，大家都不知道你去跑什么独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害怕。所以那个狼性就会出来，就变很多事情我都要主动的去问。那时候诸葛亮复出之后，他就常常在板桥的宫庙被拍到，他去拜拜，结果6点的时候 TVBS 新闻播出来，桌上电话就响了，编辑台直接用脏话骂你 TVBS 有这个独家，你怎么下午你去哪去采访什么蔡依林什么萧敬腾，不用，我们就是要这个独家。我7点半下班，我直接从民权东路6段坐计程杀去板桥每一家公问，请问你们有没有那个监视录影带，拜托让我看一下，我要一家一家问。干好猛哦！我们以前追新闻就这样啊，专门给你不会，因为他们已经给了 TVBS 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所以独家永远都是第一手，所以抢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先抢先赢。所以刚刚有提到狼性的这一件事情嘛，有做过什么你觉得很疯狂的事情过吗？我可以讲一个最近热点上的，我曾经去追过大 S 跟汪小菲的婚礼，他们2个人这个 CP 真的是一辈子都会跟着我，因为他们在2013年吧的婚礼是在海南岛举办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当记者没多久，我就被派去参加那个海南岛婚礼。那时候的海南岛还没有这么开放，因为现在大家都度假都会去三亚啊，那个地方很棒，以前根本就是零开发。然后我们到那个机场下面的时候，还会有那个乡民出来一直看我们的那一种，对，就会这边看，然后一大批人什么骑摩托车面围观。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住在希尔顿饭店，高级到爆，有私人海滩的哦。5天我没有碰到那一张床过，我都睡在沙滩。你知道那个有多累吗？那个有多疯狂？因为大 S 跟汪小菲的婚礼不开放给任何人采访，所以当时的某周刊记者、某日报记者，他们为了要抢这个新闻，他们会去伪装宾客证，然后就混进去。那个一曝光，我们电话又响了。为什么苹果有里面的照片？你就是一直要想办法混进去啊！我为了要混进去，我还那边假装打扮成是宾客，结果到一半被拦下来，你也太不高级了。你们这跟情报员没有什么两样啊！也太强了吧！以前 Lady Gaga 来台湾的时候，她住在金华酒店第19楼的那个总统饭店。我为了抢那个独家，我就是在金华饭店包了一间房。晚上的时候，长官就叫你去偷拍 Lady Gaga。那时候 iPhone 就出来了，只有我们家包了金华酒店的饭店，一直换电梯换上去以后，然后我的 partner 他是一个男生，他打扮成小怪兽的模样，就他假装是粉丝，误入歧途，误入到金华酒店。那我们其实要去拍 Lady Gaga， 结果整个被那个黑人保镖抓起来，然后要说你们要干嘛？然后我们很害怕，我们2个人很矮小啊什么的，就把我们手就这样丢掉啊什么，叫我们回去。现在讲起来真的是血泪史。因为记者这个行业，其实我也要说一下，很多人都说什么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但你们也不想想看，这个流量还不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就是要不是这个新闻你们觉得很好看，流量很多，我们也不用那么累，好不好？大家都想看血流成河，真的啊！网友们你们自己要负一下责任好吗？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意识到你有这个狼性的特质吗？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就蛮知道我要做什么的。对，4年级的时候去参加演讲比赛，然后就发现我口条还蛮好的。然后5年级因为我电视儿童，电视上就看到一个明星，那个人就是陶晶莹。第一次学到电脑的时候，我就去 Google 陶晶莹这个人，那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的履历上面有写一个政大新闻系。那我就想说，我国1的我就心想说，如果想要成为像陶晶莹一样的人，我说不定就是以第一个目标就进政大新闻系。所以我从13岁那年我就开始去参加比赛，我去写作文，我去参加比赛，所以我的人生没有考过联考，我都是靠面试，然后就是考到政大新闻系，然后出来才当记者。我们班90个人就我一个当记者，其他人都去 Facebook 啊，去那个你知道，去 IG 啊，去国外念书，就我一个人出来当记者。所以那时候是怎么念到政大新闻系？有什么 paper 吗？走后门啊！靠北，认真吗？认真啊！我跟你讲，我的人生都不是从那种什么正当路途得到我想要的，因为我就是狼性太重了。我那时候我是念市立大同高中，然后他在台北市排名大概第5名或第6名，他也不是建中，也不是北一女，学测考得蛮高，原因是我那时候刚失恋，高中的时候一直在谈恋爱，所以就没有认真念书。到了那一天，学长甩了我，我进
进去闭关1个礼拜，出来学测考64几分，刚好是政大新闻系最低的标准。我知道我去拼啊，根本拼不过那些台北市的学校，而且你还要想看哦，南部还有什么南一中啊，然后什么中一中啦，然后他是全台湾最厉害的高中生，60个取5个，你要怎么赢过人家？当然走后门啊！天哪，怎么走后门法？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小聪明很多，所以我要面试的前一天，我就查了政大新闻系系主任是谁，然后我就自己坐车到山上，然后去敲他的门，然后刚好他不在，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就从那个门缝就塞给他。然后我就说：你好，我是大同高中的小鱼，我明天会来面试，请你好好问我问题，因为我准备的很充足，就很拽嘛，就先让他有印象。对，没错，就先留一个种子在他心中。然后幸好我那个面试的时候刚好是前3个，然后一进去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很有自信，这样进去这样坐着，然后系主任就看着我就说：你就是那个罗佩瑜哦，对我就印象就加分。然后我也是吊车尾，就刚好第5个进入学校的，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就是我不喜欢浪费时间，因为我续航力很短，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跑长跑的人。就像我喜欢男生一样，我喜欢我就会想办法先得到他，但得不到我就放弃，我就立刻找下一个。我觉得因为人生很苦短，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在你能力范围内赶快拿到，拿不到我就放弃。King，你续航力长吗？其实工作续航力其实算蛮强的我觉得他蛮酷的。这个东西是主动出击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前阵子，因为我们是开发廊的，那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主管，我们那时候刚好想在中山区再找一家店，那可是我们想找大的店，可是你知道中山区嘛，都是旧房子，所以顶多大概就是20-30坪。然后那一天刚好大半夜他就突然传个讯息给我，他说：有一间发廊要顶，看一下。我看到80几坪中山区，我跟他讲，你现在马上敲他。他说明天再敲不行吗？我说不行，就现在敲。然后他就说要这么急吗？我说对，你就是现在马上约时间。因为我隔天其实我要去高雄，他那一天晚上敲了之后呢，让我去谈。因为其实我大概心里也知道，像这样子的物件一下就被人家顶走，所以我那天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也知道前面应该已经很多人看过了，应该我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机会不大。从高雄一回来，不是马上去，我还先回家先换好西装，因为他其实不是经营不好要盘掉，他其实是那个老板已经老了，去那边拜访他。我就开始跟他在这边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前面已经很多人看过了，那也很多人就是直接要下定斡旋。那我就跟他讲，那你为什么没有斡旋？他说因为他挑，他希望这个人能够好好经营他。我马上把我的手机打开来，一个一个介绍我的品牌让他知道。我陪他讲了2个多小时，然后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就跟我握手，他说那这间就是你的了。我跟你讲，处女座啊，就土象星座，处女、摩羯、金牛的人啊，你就是要给他一个目标。其实有时候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是我们真的很想拿下那物件，而是在我们很 enjoy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收服老板的那个过程。对，等一下，那是只有你们2个吧？没有，没有我处女、摩羯跟金牛啊。土象的会这么的有？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就一个点，我们要深入到底的。可能像射手啊、水瓶，他们觉得算了算没关系，明天再说，反正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这世界很大。其实你都很难发现土象很闷骚，他就是要慢慢收服你，慢慢蚕食你，看你那个笑容越来越多的时候，觉得很爽。在意的其实是那个过程，对然后就慢慢被我收服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还蛮有执行力的人。我是蛮认同你们刚刚讲，就是说，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不会按照正规的逻辑去走，会想尽办法去达成它，即便这个东西不是我会的。比如像我们摄影棚那时候要重新布置，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只买家具就结束，包含灯光要怎么打，后面的布置要怎么弄，就是这些全部都不是我擅长的。那时候我就跟我同事说，你跟他去想办法。刚好那天 King 就介绍了一个摄影师的朋友，就问他说，我们遇到这个状况，那但我们不知道怎么进行，因为很多人只会问问题，那我就尽可能把各种的情况都问了。然后后来那个朋友他觉得刚好这一块是有经验的，他就说，如果说你不嫌弃的话，那就我下午有空，那就一起来弄这件事情。对，然后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执行力。执行力就是说，你不用去被你眼前的事情给限制住，你应该去想的是怎么样达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算狮子座还是算处女座的行为在。应该来讲，你比较在意的其实是结果，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过程。就是觉得说，好像你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朝你的想法去做。对，就结果都是一个好的成果。吸引力法则嘛。对，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指的那个成果不一定是真的好，可能那个好可能会是一个坏，只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好的事情。就算这个结果我没有拿到，我也结交了一个朋友。没错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我从小跟你的状况其实差不多。我从小时候其实家里面给我的教育，其实就是希望我好
好念书。对，所以呢，我爸呢从小就是硬逼着我念书。然后我在国2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学，很喜欢他。对，偶然之间知道哦，原来他在我们学校对面的补习班在补习。我跟你讲，我想尽办法要把家教气走。你做了什么事情？男生会有一段时间会有叫青春期跟叛逆期对。其实我是故意演青春期跟叛逆期，我就故意跟那个家教他妈亮叫，他好像在这边跟他大小声，弄到那个家教其实也不想继续教我。我妈那时候其实蛮生气的，然后我只跟我妈讲说没关系，我说我可以去补习班补习就好了。我也跟我妈讲，其实我觉得我学习力很好。我妈就说好吧，那你就去补习班补习。我妈说那你要去哪里？先补习班。我说我明天拿简介回来。再来我就进去补习班了嘛。那进去补习班呢，我还记得我每一节下课用跑到那个补习班去等那个女生来，然后看她书包放在哪，因为我们都是通包包放着，我们就会开始先去外面先吃点东西，我就看她包包放哪里，我就放她后面，整个背影在你前面，你就觉得很兴奋。你这个家伙不是坐隔壁比较好吗？我跟你讲，这就是狮子座跟处女座的不同。我帮你们分析一下，处女座他还是有那种少男情怀，他不太敢什么的。可你看狮子座就想要坐旁边，因为他觉得圈地为王啊。真的，我认真跟你讲，对我来说，反正就追嘛，失败就算了。我们没有，我们要曲折一点。我认真说，我去补习班前2-3个月，其实根本没有跟他讲到话。对啊，然后可是我每天就很开心，很开心，就是这2-3个月。一直在这个循环内。你知道我第一次跟他讲话是什么时候吗？补习班他会模拟考，就是打骂教育啊，老师就是帮你定在70分，你少1分基本上就是要打一下。我以前就是学霸，功课就真的很好。有一次我们考完那个模拟考，然后互相改考卷。以前改考卷也不是老师改，就是比如说我们考完之后，就是我们比如说前后对调还左右对调，然后老师会讲答案，我们就帮忙改这样。然后那一次刚好是他传到我这边来，基本上我他妈改完之后，我发现他只有考50几分，所以他等一下应该要被打20来一下。然后我的考卷在后面，所以我们考卷一翻回来的时候，我先拿他的给他，然后他就脸上有点难看的。然后你知道那种就是于心不忍，我考90几分，我是直接把我的考卷给他，我给老师揍。老师还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这次考那么差？然后我就跟他讲没有，好没念书哦，好帅这很暖呢。后来没结果嘛，因为那就是国中的一个纯纯的爱。然后你知道我后来出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份工作其实是在做有线电视公司的业务。然后那时候我跟我们里面的一个学长晚上聚餐嘛，他说啊，他今天晚上会带他女朋友来。我说你不是结婚有小孩的？他说对啊，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啊，你们不能讲说我结婚有小孩。就你知道吗？后来他来的时候，他妈那女的就是那个女的。哇塞，哇操！你知道我那天超，我的心有多痛啊！很糟糕。我心想 What the fuck。人生啊，那还是跟以前有那一样的感觉吗？对，还是一样很清纯，还是很清纯。她真的长得很漂亮。那你们有相认吗？她看到我，她说：“然后我就然后我就你知道那种情绪很复杂，你就明明别人就算了，就是你。然后我曾经喜欢过你，然后结果隔天开始，我看到我那学长，其实我就有点堵然了。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故事好精彩。这是几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刚有聊到星座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上一集才聊到开放式关系嘛。就你的观察来说，什么样的星座的人是最容易接受开放式关系的？这真的是可以分析得出来的吗？可以分析，因为其实在我的 podcast 里面有分享过蛮多女性听众，她自己上来分享她跟她老公是开放式关系。然后根据我的大数据观察，我觉得土象星座的人，金牛、摩羯、处女，还有水象星座巨蟹、天蝎还有双鱼，是最容易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的。这2个星座是我一开始觉得是最不容易的。相对来说，土象他们接受新鲜的事物的这种东西会比较低，就是要你放弃原本的思维，然后你去接受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土象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因为小鱼星座的观察绝对都跟一般星座讲的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大数据跟很多人就是投递跟亲身经历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被土象星座给骗了。金牛、处女、摩羯才是真正的大魔王，只是他那个开关他不让你看到而已。因为其实处女、摩羯跟金牛，我先讲女生好了。
其实这3个女生其实她们就很像是从小在书香世家长大，规规矩矩的，穿个这个西装外套，但里面可能是黑色蕾丝，就外面她想给人家一个很庄重的形象，那她可能私底下她就是很希望你可以来扒开她，就是土象星座的女生有一种这样的特质，所以土象女生很会卖反差萌，她很懂这个点的话，其实她在晚上的时候，她可以表面上很专业，她可以胸部放在桌上跟你谈投资，但她晚上也可以约你去她的房间聊聊股票，聊聊什么，但都还是在维持她的专业上面，可是她的行为动作会不一样，你们懂那个概念吗？哦，我懂，对你懂，很懂哈。我很懂反差。然后我要说，土象星座的男生真的不要再以为他们是什么顾家爱家。第一个，摩羯座绝对是酒店的大亨，尤其是那种30几岁刚刚有赚点钱，还不是大钱，年营收300-400万的那种小摩羯，最喜欢撒币去救妹妹了。我举例来说，很多摩羯座旁边都很喜欢养兄弟，其实摩羯他是很喜欢当大哥的。如果你想要虏获摩羯男的心，你就要装可怜，因为他很想要拯救你。那这个拯救呢，出钱出力都可以。处女座的男生，我常常说，12星座最渣的渣男就是处女男。但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跟处女玩的原因，是因为处女男他要玩起来，他真的是没有下限。可是他一玩完，他圣人模式过了之后，他又想要回到他以前那种很道德、很厉害、很专业、很 CEO 的形象。所以真正懂玩的女生跟处女男玩，就会觉得很过瘾，因为他能脏的时候他是真的脏，可他干净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在面给我演这个，内心哇操！会觉得很今天感觉好像全身被打开，你会感觉你今天被刀捅了好几次？这今天是X 光机吗？对，我等下把灯转过去你那边好了。我跟你讲，你们跟处女座的男生玩啊，基本上啊，你一定要玩得过他。他们很不喜欢无聊的人，所以我跟你们讲，不要以为处女、金牛、摩羯都是偏无聊跟传统思想的，他其实是故意没让你看到那一面。他可能11点之后，他是一个野兽，因为他平常压抑太久了，他演好人演太久了。可是人怎么可能一直演同一个面？他要平衡嘛。但他平衡在哪？他可能就会发泄在那方面。所以很多处女男、很多金牛男，他是霸道总裁，他是霸总，在这个部分他绝对要绝对的主权，所以很适合你们这些比较 M 的女生。哇哦，土象跟水象的人是最容易接受开放式关系的。对，可是水象大部分是被动接受，因为水象其实我觉得他们包容性非常的广，因为他们都是海中生物嘛，天蝎、巨蟹、双鱼这些都是在海边的。我跟你讲，你就不要激起他的好奇心。水象非常有好奇心，多举巨蟹座好像很爱家，对不对？巨蟹座大家不是就是他顾家爱家，但是他四海都可以有家，懂我的概念吗？因为他要归属感。他可能今天跟小欧在一起，我在台北有一个家，小欧就以为他跟我只有这个家，可是他常常去台中出差，其实他台中也有一个家，所以他到头来都有归属感。所以你说开放式关系 ，why not？他心中觉得那是开放式关系。其实我跟你讲，水象星座当中真的比较好就是天蝎，天蝎是走比较专情的，但是如果一旦他伴侣要求要开放式的话，天蝎是含着泪可以接受的。我要先讲哦，因为我看过你们开放式关系那一集，其实开放式关系不是一般人能够玩得起的，因为真正能够玩开放式关系，一定有一方是被迫的。因为我有太多的案例，他们夫妻是女生想要，因为前任回来了，他发现他想要再跟前任在一起，然后那前任通常都是风象星座，那些不负责任的双子、水瓶、天秤就会回来找女生，女生就会夹在中间，结果他旁边是个天蝎，那个天蝎男就接受这样的关系，所以他们要进行很多的辅导。所以他是被接受的那一方，就是我必须忍受他这样。应该他不是忍受，他是觉得如果你这样更快乐的话，那我们尝试看看。我说过好奇心跟探索欲，如果我跟小欧之间，我们因为有了 King 的加入会更好，说明小欧就愿意放手，让我们3个成为一个关系这样子。以水象星座为例啦，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你说处女座最渣嘛，那还有没有哪个星座是偏渣一点的？渣这种事情当然不分星座，我们只能说那个属性或看不出来，因为有时候大家都会以为这个星座很好，就他做了一些坏事，你就觉得他很差嘛。处女、金牛、巨蟹这3巨头嘛，因为你说射手啊、狮子啊、水瓶，因为平常听起来感觉还蛮会玩的，或是那种女人缘很好的，多一点女生他就觉得没什么。反而我觉得像处女、金牛跟巨蟹、双鱼这4个，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个玩起来会玩得很猛，然后被人家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啊，你怎么会玩成这样啊？你在外面已经有这么多个了，或是玩得很大。可是你知道我以前就是那种超害羞的一个人，可能连讲话都不敢讲。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就是那一种她从前门进来，我可以从后门跑。可是呢，一旦熟了就不一样哦。这一集我们可以稍微讲处女男多一点，因为处女男他是你就不要让他35岁以后发达，他会把他年轻的时候没玩过他都玩回来。我操！今天跟我们要处女座踏伐嘛？不是因为处
女男他从小就是已经被定义好学生学霸，他就一直在 hold 一个假形象，你知道吗？然后到30岁，他又想在同学会的时候，他拿出名片的时候是老板是什么？他人生一直在为一些标签努力，一些头衔光环努力，可是他内心那个兽欲一直没有被激发。等到他有钱，他有底气，他敢说他是谁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才能真正做他自己。他把他我好年轻。想哭。不用担心，我表弟也是，他跟你唯一的差别只差在他还不够没有有钱而已。那最渣的听过了，对啊，就最渣。那你觉得哪一些星座其实是比较偏向专情啊？蛮专情的星座，我觉得人生一定要谈过火象星座，火象3傻，射手、狮子、白羊。然后其中我常常在我的小鱼星座呼吁，你人生没有谈过狮子座，人生白活。狮子座恋爱感很棒哎，我跟你讲，我真的什么是恋爱感？恋爱感满满啊，男友力 max。如果狮子座在爱你或跟你暧昧的时候，你只是在限动发一个说好想要喝一个什么很难买的奶茶，你只是这样发哦，你 Uber E 都还没点哦，楼下就说我到了。他就是看你限动发了，他就马上就买了。原来我才是舔狗。对，他就马上就是会买来给你。我觉得狮子座他是比较活在他自己世界的人，因为狮子的对宫是水瓶。所以你们有时候搞不懂狮子座的时候，你就把它想成他是水瓶座。狮子座跟水瓶座，他们有点像是一眼定生死。他们在看你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归类为某一个抽屉的人。他不太像是我们慢慢发掘、慢慢聊才发现你有这个骚点啊，非常的黑白分明。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长在狮子座的审美点上的话，我跟你讲，那狮子座真的爱你爱到爆的时候，你就躺在那就好了。狮子座就会帮你做好做满。那男生必须要谈过的星座有哪一些？男生什么星座都可以谈呐、还有啊，现在就最流行海王跟浪姐啊。哇塞！真的，今年11月20之后，冥王星水瓶的时代会有20年冲击你的三观，包含第一个开放式关系的来临，很多人不想要再确立关系了；第二个周末夫妻没有确定关系的夫妻关系也会变多；然后第三个渣男跟浪姐那个时代会变成主流。你知道为什么吗？经济不景气。很多人其实根本就赚不到钱，在赚不到钱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办法给关系做出承诺。例如我们交往了，你就会开始想未来，就想要结婚，就想买房。那我宁愿不要，我就当浪子。我只要每个月跟你出去开个房间2000，这个吃个饭几百，我的预算很少，我又可以同时享有，为什么不要？很多人越来越怕亲密关系，真的不是什么因为媒体一直鼓吹开放式很好，不是，都是来自于经济的压迫，就是社会现象导致的人的感情行为模式也会变。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约炮或者是交友软件这么红？因为大家轻松自在，没负担嘛，我就继续为我自己而活，为我自己人生负责。所以我说有时候这个东西你要反过来思考，不是人们刻意会这样，是有时候情势所逼。刚刚讲的是正向的嘛，接受开放式关系。那有没有你觉得哪个星座的人是相对比较不容易接受的？我觉得就是你们火象开放式有关系有分非常多细项，包含1周只能见1次面，你跟外面的那一位，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有从事性行为，这都要谈好。可是谈好又怎样？很多东西不是说我那个白纸黑字写下来我就得执行，因为你们在考验都是人的情欲跟本性，那这东西有时候你很难控制。火象因为最容易相信人，你在很容易相信，你就会觉得我今天跟他讲好小鱼跟他出去就不会牵手，他就真的没牵，或真的不会跟他做他又没做，结果有一天你看他手机发现他做了，你就会受不了。应该说可以相信人，但是你就不要去开启这个开关，避免自己可能会有受伤的可能。所以可能伴侣跟你提出这个的时候，我建议火象星座的，因为你们这种镜头，所以你们就不要答应，不要接受这样的关系。因为1对1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是活络的，是健康的，其实会给火象星座很多的助力，尤其是火象的男生，因为他们是需要往前冲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很愿意成家，很愿意立，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大后方在后面支持。所以尽量不要去玩这种人性跟会让你情绪有点波动的，不然他们在前方冲得很没劲啊，赚的钱就会变少了。那有没有什么星座的人就遇到另外一半被抢走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反击呢？以女生为例嘛，我觉得双子座蛮可怕的。我知道大家有没有前阵有 follow 一个那个韩国的新闻，就是韩少熙跟柳俊烈还有惠利2个女生争夺一个男生，这个故事已经慢慢落幕了。那其中这个前女友惠利就是一个双子女。我觉得双子女最厉害的一个点是，她只在限动上面发了一个说真有趣啊，就会引起那个天蝎女现任韩少熙的一篇小作文大反弹，然后震惊整个南海演艺圈。双子女就很懂
操控风向、操控舆论，然后知道哪个点会戳到你，然后你会开始大反击，就简单几个字。而且双子女人缘又好，如果你抢了我男朋友，我也不会跟你当面开战，我就会到处说，你知道吗？最近啊怎样怎样，他可以装可怜，他在面可以又装八卦，他可以用各种形式去散播你的谣言，所以最好不要惹双子女。还有一个女生也很可怕，我建议大家要小心服用，尤其在男生对待她的时候特别留意，就是巨蟹女，你就让她一辈子成为天使，不要让她黑化成为魔鬼。巨蟹女真的不好惹哦，真的不好惹，她们是外表非常的暖，非常的美，非常女性化，但她们里面是个汉子，不要让她觉得说她的东西被抢走了，她可以到你家找你妈妈聊聊天。所以尽量啦，就是这两个女生，你要爱她你就好好爱她，你不要那边跟她玩一些抢夺的游戏。那既然都讲到女生，我想帮狮子座的女生又是如何？狮子座女生我常常也会说，她们是一世宜家，要娶就要娶狮子女，12星座必娶，狮子男不一定要嫁哦，但狮子女一定要娶。狮子女我真的是遇过，我觉得连我女生我都好喜欢的一个星座，因为他们在单身的时候可以把自己过得是管全国企业、全球企业的 CEO， 然后就漂亮，然后有钱，然后就是又很会打扮，然后事业又好。可一旦他们进入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事业持续一直好哦，他对家庭他也没有落下，你就会发现他怎么两边都可以兼顾，他花了好多力气在维护他的王国。这种狮子座的女生，她娶回家之后，她绝对会把你妈妈按奶的好好，公婆服侍的好，然后家庭日都会出现，可是第二天要开会，要飞去澳门，要飞去哪里香港住，他都可以按来的很好。可是前提是你要给狮子女极大的面子，就是多让她放手，让她去做，你在旁边当个小男人都没问题。刚刚讲的是好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是跟狮子座女生相处你觉得最要顾及的东西？狮子座男女通论要用宠的方式去跟他们相处。你宠狮子男，他就把你弄得服服帖帖；你宠狮子女，你很多事情就可以省着做。他是太阳掌管的，他是太阳之子、太阳之女，然后他又是非常阳性的星座。这个天生一出来就是说妈妈生得好，他是不能受委屈的，所以你不能让狮子座感到委屈，你感到委屈他就会生气。但我觉得就是不能让火象感到委屈是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其实专情起来是真的很可怕，为了这个情人会牺牲很多的人。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好奇，就是上升星座。那到底上升星座正确来说是什么时候会开始明白慢慢的改变成上升星座？因为很多星座书或很多老师会告诉你说30岁之后看上升嘛。我自己的看法跟大数据实验的过程是，当你小时候发现你要出去开始会打扮，然后要学会跟公众聊天的过程，你就开始走上升了。像我是小学4年级被老师派去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一刻是上升星座。像你可能是小时候是内向的人，但你是哪一刻开启你到外面你知道用另外一个面具包装成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升，它是我们的保护伞。我举例来讲，我是处女座，可是我是上升射手座，所以很多人一看到我他不会觉得我是处女座，我觉得他就是保护了我处女座那个龟毛。上升是对外，所以你看不到我处女那个龟毛的点。你们一定要好好利用你的上升星座去职场、去对外、去对公关，好好把它发挥最大，因为它是保护你太阳星座跟月亮星座那个深层的自己。反正你们这些人在我下班之后，在我回到家之后都跟我没关，所以我们一去外面我们就用上升星座的方式去跟人家对话。所以我一直呼吁大家好好爱用你的上升星座。你本身如果是巨蟹、双鱼比较害羞的，可你忽然发现听了小鱼这一集，你发现是上升狮子、上升射手、上升白羊，你去外面就尽量的表现那种光亮、光芒、可爱的模样，回到家再 emo 当个边缘人都 OK。 学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不同的人相处。没错没错，对啊，也可以某种程度也是保护自己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那种三角恋啊，或者是说不知道对方有正宫的这个情况，其实是蛮常发生的。在这个时代，大家要认识朋友都非常的容易，只是说你敢不敢做这件事情，你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去做，还是你是为了想要有一些结果而去做。那我觉得我可以就天秤座的属性来跟大家讲讲，因为其实天秤座掌管就是伴侣关系，所以其实天秤座的人很需要陪伴感，他的秤子永远都在衡量。假设我今天跟我男友感情比较不好了，他会在别的地方找平衡，这个平衡不代表说一定是外面找一个新的人来代替，他可能就会去把重心放在可能孩子身上，放在狗身上，放在新的兴趣上面，就是你的人生不能让它失衡。天秤座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星座，就天秤男跟天秤女不论怎样都长得蛮好看的，而且他们都有点小才华，非常的进退得宜，又长得漂亮，男生自然而然就会很喜欢这样子的女生，所以他们是桃花魅力指数超级强的。如果有时候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跟人陷入了
关系。天秤座那个很需要被需要的感觉被激发的时候，他对爱情就会奋不顾身，为爱他就可以战到底，然后可能为了孩子还可以战到底。所以天秤座又是金星维纳斯所主管，所以对爱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需要的。我觉得跟牡羊座的男生相处其实蛮辛苦的，像我自己的感情经验，就是我之前有一段7年的感情就是跟牡羊座，然后其实牡羊座的男生不论他年纪成熟到50岁60岁，他内心都是一个孩童因为他是那个黄道12宫里面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好了，其实12星座是一个人的一生第一个出生的 baby 就是牡羊座，然后会慢慢发展成为去上学了，到了双子座他要沟通交流了，求学毕业了，然后离开家了，巨蟹离开家，慢慢到了狮子座变成一个 businessman 了，他是一个 CEO， 慢慢到了天秤座要交际应酬了，到了很冷的天蝎座开始就往冬天发展，到了摩羯座是一个老人的星座，最后到了双鱼座是一个空无的星座就死亡。12星座你大概可以看牡羊、狮子然后双鱼，你用这3角点去看，所以你知道吗？牡羊座跟双鱼座他们对人生的观念是绝对不同的。牡羊座是看到什么他都想要 try， 他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持着很新鲜感，他想要试试看。所以有时候你看他很多行为，你也不能说 judge 他他就想试嘛，他就想要去看一下那是什么，他对很多个事情都很好奇，所以有可能他会有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那双鱼座不是，他是老人了，11个星座那些业障那些因果全部打回来我都接受。所以人家为什么说双鱼座的女生很温柔，双鱼男很滥情，他就对他们被动的被爱，这跟他的星座特性有关。到他那边他看山不是山，看海不是海了，所有东西他都很超然。所以你人生如果有一个双鱼座的朋友，就会发现你跟他讲什么他好像都可以接受。牡羊就是不一样，所以你跟牡羊座的男生或女生相处，你真的一辈子要一直带着他，所以他们很适合姐弟恋。那有没有哪一个星座的男生或女生是最容易接受姐弟恋的？这真的讲到我的专长了姐弟恋绝对是现代的流量密码，每个女生都在聊姐弟恋。为什么？因为现在姐姐太爱弟弟了。你们觉得姐弟恋要差几岁叫姐弟恋？现在我们都是谈10岁以上，10岁以内都还在同一个世代。我现在38岁，跟你一个31岁，我们没有弟弟感，仙女姐姐型的弟弟们可以找这一些仙女姐姐。第一个，你可以找巨蟹女。巨蟹女很多人都是家里的长姐，他们长姐如母哦，他们从小就是会带弟弟出去玩啊，然后非常保护家人，所以自然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可爱的弟弟都想要多照顾。第二个，就欢迎来找我们处女座。处女座也是非常喜欢谈弟弟的。处女女呢，她是一个非常叛逆的星座，她长到一定年龄跟处女男有点像，她就是会想把以前没玩过的玩回来嘛。她可能青少女时期她就在念书，她没有享受过那个纯纯恋爱，她长到快要奔4的年纪的时候，她回头看那个给我那个少年感满满，然后给我那种很可爱，然后一直要姐姐抱抱那种，处女座就很爱。第三个是天秤座，天秤女也好喜欢照顾人，她喜欢大家一起快乐的感觉，那不知不觉就照顾到弟弟这一群了，而且他们长得漂亮又会玩，所以弟弟们也很喜欢带着漂亮姐姐出去嘛，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匹配。那因为小鱼他本身有推出一个那个塔罗牌嘛，我们没有玩过那个塔罗牌，对啊，我也没玩过，我真的没有对，想说来体验看看。它其实不算是塔罗牌，它叫指引牌，然后我们叫做恋爱是人生自救战斗卡。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希望你拿回家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救自己。所以这副牌卡大家买回家的时候，它上面都有一句给你力量的话，所以它是宇宙之母。那基本上你们内心可以先想一个问题。那 King 你的问题是哪方面？工作上。工作上好，那我们看一下 King 的工作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律可无。哇塞！你现在要学的是丢掉不重要的东西，因为你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他在整理行李了，他说下礼拜开始你的运势要走高了，人气爆棚，你要把自己放在首位啊！你都不在乎自己了，别人怎么会在乎你呢？好想哭，真的，我接到真的很想哭。如果你最近在生活当中发现想要改变的讯号，例如你要开始改变作息了，换发型、运动瘦身。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的话，代表宇宙正在丢好运给你了。记得有很多事业上的事情是你值得拥有，而不是被人家当作可有可无。我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很喜欢帮助人的人，我有自己的主业，可是你就看着身边这一些朋友，一下想做那个，一下想帮忙，对，那一下就帮他出主意，就是怎么搞到最后好像都是我在做一样，觉得好像自己有一点点主客意味啊。对，那其实最近我也刚好在思考，比如说到底我哪一些东西才是我真正喜欢做的。那他有一个给你 challenge 哦，你要做哦，这是我们牌卡每个都有任务，请至少丢弃3件你不再需要的东西，并认真的跟他们说再见。小欧，你的
问题大概是哪？赚钱赚钱。请长成你喜欢的大人模样。你呀、真的是天之骄子哎！你要赚钱，你只要快乐就可以赚到钱。他说，其实你小时候一直都很希望快乐的长大，但你长大之后难免会感到寂寞。然后其实你不能活得太假哦，你不能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你也不可以变成自己不喜欢的大人模样。不要跟生活妥协，不论是在任何状况下，你都可以享有快乐的权利。你要赚钱，你要回头去跟以前6岁的那个你对话。 6岁的我就跟现在这样子，我跟6岁没有什么差不多。所以你只要一直保持童心，你就会赚到钱了。不能一直想着商业价值，你要保持快乐开心，那些人跟钱自然会留下。因为我记得你当初做频道，其实是跟我讲，因为你觉得喜欢做影像的东西，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这蛮符合他的那个感哦觉。其实我当初做没有那么复杂，我只是觉得说我喜欢帮助别人，是这就是我的初衷。那不管拍任何的东西，不管是商业帮人家拍片也好，或者是现在录频道也好，跟我的初衷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都是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找一些大家想要发生的一些话题，来聊，还蛮有趣的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其实在家里自己看，有时候也可以自己解牌。我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你想要做出转变，比如说你想换工作，你想要踏出舒适圈，或者你的频道想要做一些微调的话，请在5月26号以前把材料准备好，因为5月26号以后这个时代就会变了。因为我们最大的福星叫木星，它每一年都会到不同的星座，在5月26号之后，它会换到双子座，代表未来1年的时间，有关于资讯传播、沟通这个部分的东西会越来越快速。5月26号以后，其实每个人都要小跑步了，包含像我自己就要转换阵地，就是我要到海外去发展，这都提前要先布局好的。或是如果你们想要开支线，那都要再提前准备好，因为5月26号后，你是做 AI 的，你是做关于美的事业的，你是关于做身心灵疗愈的，探索人生故事的，这些都会火。所以大家5月26号是一个 key point， 这个点一定要记起来哦。如果说有观众想要买这个卡片的话，专门是可以自己玩的。小鱼星座所有的牌卡都是自救牌卡，都可以买回去自己玩，那可以在私讯洽询我们。那今天最主要是我们在聊一些两性之间的一些关系在，然后请我们的老师来帮我们分享说哪些星座该要提醒的事情，然后最后我们算了一个我觉得很准的一个塔罗牌。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生命当中也遇到了一些跟我一样的困惑的话，也欢迎可以去购买看看，然后去抽抽看，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抽完的心得，或者是你有对任何星座有任何的疑惑想要讨论的，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一样，如果说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就 IG 私讯我们，那我都会亲自回你们。好了 ，Fuck Life， 看到没？对人生抉择是勇气啊！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